基地应急入口前，一排武装越野车打着双闪，将这条唯一的生命线堵得严严实实。我坐在装甲医疗车的副驾驶位，死死盯着前方。老张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司机老张两手死握方向盘，脖子上的青筋全蹦出来了。沈医师，应急入口堵死了。我往前看，铁壁基地东侧应急入口，这条通道是基地守则第一优先级保护的生命线。7辆黑色武装越野车横在应急入口前，发动机低沉的嗡嗡作响，却一步都不挪。我转头看了一眼后舱，护士程家跪在担架旁，一手按着监护仪的感应片，一手死攥着那个人的袖口，嘴唇在动。车内监护仪的警报声揪着每个人的神经。被丧尸咬伤之后，病毒侵入血液，窗口期还剩不到40分钟。心中思量了一会儿，立即做出了决定。我推开车门，脚踩上结了薄冰的地面，还没走近，一道人影已经横在了我前面。周燕、宋林的贴身副官带着骨子里的轻蔑。哟，这处应急入口是我们头领出资扩建的，我们的车想怎么停就怎么停，10项的快滚！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通道上方的红色警示灯怒吼：这是基地应急入口，你们这是草菅人命！周燕轻蔑一笑，随手弹了弹烟灰。一个快变异的老头子，命能比我们首领之子的物资生意重要。情况万分危急，我深吸一口气，从急救包最深处摸出那枚刻有特殊编号的金属徽章，按下了红色的紧急救援按钮。他把墨镜摘下来，慢悠悠地从上到下打量我一圈，目光在我白大褂的领标上顿了顿。是沈医师啊？怎么了这是？周副官，应急入口的使用规程你比我清楚。我指着身后的医疗车，声音控制得很平。我车里有危重感染者，窗口期不足40分钟，必须立刻进基地接受救治，请你们的车队立即让开入口。周燕没动，她把墨镜折起来夹在胸前，眼皮子微微抬起，看着我的表情就像在看一个不太懂规矩的新人。沈医师，我问你，这条路从地基到路面交的是哪家的混凝土？宋氏调的料，宋家出的人，一块砖一块砖码出来的。宋家大少的车队要在这儿等人谈事，这是这个月最大的一笔物资交换，耽误了你负得起这个责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说的是基地守则。应急入口的用途白纸黑字写着，这不是我一个人定的规矩。规矩？周燕慢慢笑了。规矩是给没有背景的人定的。哼，宋家在这基地里说话比规矩好使多了。他侧过脸，往我身后的医疗车方向斜了一眼。再说你说的那个感染者，被咬了的，早晚都是死。变异了还得浪费1颗子弹补1枪，死在外面反而省了麻烦。我盯着他的脸，愣了一秒。听不懂话。周燕收回目光，重新看向我，眼睛里连一丝波动都没有。识相的就把车倒回去，别在这挡道了。你那点首席医师的资历，在这条路上站1秒钟都是逾越。我张口还想说什么，啪！我没反应过来，只觉得右边脸颊一道灼烧，整个人被迫向右踉跄半步，耳鸣一阵。周燕收回手，低头拢了拢外套，神情平静，说了让你滚，没听见？后舱里监护仪的警报声隐隐透过车壁传出来。我捂着脸，指尖触到滚烫的脸颊，慢慢直起身。我转过身，没再看他，大步冲向车队正中那辆越野车，防弹车窗黑得像一面死镜子，我抬手就拍，用力拍。宋林，宋林，你开门！沉默了约莫10秒，车窗缓缓滑落一半。宋林靠在真皮座椅里，领口松着，姿态懒散，眼神从我脸上扫过来，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审视。随即他轻轻笑了，寻了个好借口。宋林，车里有。行了。他抬手指住我，歪着头看我。沈木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拎得清的人，没想到也学会这套，出个诊专门绕到我这条路上来，还搞得这么大阵仗。想让我注意你，直接说不就好了？搞这种把戏太掉价。我在工作，车里有危重感染者，窗口期不足30分钟，你让不让路？行了，等我空了让人联系你。他不再看我，抬手摁下了车窗声键，我来不及抽手，2根手指被死死夹住，骨缝里传来一阵剧烈的钻痛。我倒吸一口冷气，猛地将手指抽出来。好，我攥着发红的手指，退后一步，转身从口袋里掏出医疗通讯器，手指颤抖着准备拨通基地医疗中心的频道。还没等按下呼叫键，一道身影从侧面扑来，通讯器被猛地拍落，砸在地面上弹了2下。周燕随即抬起脚，用战术靴的鞋跟死死碾了下去，咔嚓，屏幕碎裂，信号灯熄灭。哎呀！
手滑了。沈医师，在铁壁基地，除了宋家，你还能指望谁？就算你联系上医疗中心又怎样？我蹲下来，捡起碎成几瓣的通讯器，心像跟着一起碎了，碎片割破了手指，渗出一小道血。我没有感觉，关键是周燕俯下身，凑近我的耳边，就算联系上了也没用。她直起身，抱着双臂，满脸写着笑意。我慢慢站起来，握着那捧碎片，看着她的脸。这里的动静已经太大，压不住了。应急入口两侧，几个执勤哨兵探过头来张望。有人悄悄举起手机，有人踮起脚往里看，拍什么拍？宋林的保镖率先冲出去，推搡拦截，见手机就抢。老张从驾驶位跳下来，挡在一个被推倒的哨兵前。话没说完，一个保镖一掌推过去，老张踉跄着撞上车身，跌进旁边的积雪堆里，挣扎了几下没能站起来。大叔，程家的声音从后舱传出来。围观的人越聚越多，议论声越来越响。抢手机，这帮人什么意思？我站在原地，看着被推倒在雪地里的老张，看着哭声从后舱一点一点渗出来，看着那些被抢走手机的幸存者，敢怒不敢言地缩回人群里。窗口期还剩多少时间？我不敢算。舆论的嘈杂声终究让劳斯莱斯里坐不住了。车门打开，宋林走下来，将衣领整理了一下，从容地站定，目光扫过围观的人群，最后落回我身上，失望地摇摇头。沈木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大庭广众之下闹成这样，你考虑过影响吗？我没理他这茬，直接开口。宋林，车里是危重感染者，心跳随时会停，你让不让路？给句痛快话。感染者，他低低地笑了，被丧尸咬了的，那早晚都是死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像在说一件与他毫不相干的小事。死在哪儿不是死？宋家赔几百斤粮食，再搭2把枪，家属说不定还得谢我。你说什么？听不懂。宋林抬眼看我，眸底没有任何波动。死个被咬的感染者，在这基地里算什么大事？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死死盯着他，没想到他能如此冷血。如果车里躺着的是你父亲，你还说得出这种话吗？宋林的脸色骤然沉下去。闭嘴！你是什么东西也敢拿我父亲举例子？我父亲是铁壁基地的首领，身边那位24小时不离人。沈木，你这张嘴管好了。我站着没动，你让不让路？宋林沉默了片刻，随即扯了扯嘴角，看向周燕。他听不懂人话，帮帮他，就这4个字。周燕会意，朝旁边几个保镖使了个眼色，嘴角慢慢咧开。沈医师，是你逼的。他朝我耸了耸肩。宋少发话了，我也没办法不是。我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宋林，他已经转过身，往自己的车边漫步走去，背影从容，像这里发生的一切与他无关。他们绕开我，大步走向装甲医疗车，掏出了战术匕首。你们要干什么？2声沉闷的器械声，前后脚响起，2条前轮像被人抽走了骨头，缓缓塌陷下去，车身随之向前倾斜，沉重地压在地面上。维生监护设备的警报声瞬间拔高，程家从后舱跑出来，脸色白得像纸，眼眶通红，泪水已经挂在下巴上。感染者心跳停了。周燕拍了拍手，扭过头看我，满脸轻松。这下哪儿都去不了了。他笑了笑，沈医师，省力气吧，没用的。我没有看他。我盯着那2条瘪掉的轮子，盯着从后舱露出来的一线惨白灯光，听着那道连绵不绝的死亡警报声，深吸一口气，转身冲进车厢。急救箱最底层，指纹锁的黑色通讯终端。我记得第一次拿到它的时候，基地前任首席医师握着我的手，语气很郑重。这东西但凡动用，就是真正的生死关头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按。我按下了红色按钮，3秒钟的静默，终端里传出一个声音，低沉冷硬，字字清晰。基地核心区内，为指挥中心，请核验权限。沈木，铁壁基地首席医师，权限代号07。我对着终端，声音发哑，特级保护对象生命垂危，心跳骤停，请求立即启动 S 级空中救援，立刻执行。周燕凑过来，仰着脖子往终端上瞟，随即笑出了声。哟，这什么破玩意儿？沈医师，你是要用这个呼叫死人来救你吗？他笑得弯下腰。S 级救援，你当自己是谁呢？我没理他，放下终端，慢慢直起身，转过来看着宋林。宋林站在车边，神情介于嫌弃和无聊之间，抬手看了一眼腕表。行了，沈木。他叹了口气，你这出戏演完了吗？你真的疯了。S 级救援。他摇了摇头，抬脚往驾驶座方向走去。入口通了，走。他对着车队招了招手，我就站在原地，冰冷地看着他的背影。宋林，趁现在还笑得出来，多笑几声。他脚步顿了一顿，没有回头，轻哼一声，故弄玄虚。他伸手拉开车门，周燕在我身边乐不可支，捂着嘴冲我挤眉弄眼。沈医师，要不要我陪你数3声，看看你那什么 S 级救援到底？轰！一声低沉的闷响从远处天际滚压过来，周燕的笑僵在了脸上。起初像错觉，像风在废墟里穿行的声音，但它在变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真实，像什么东西正在撕裂灰暗的天幕，以不可阻挡的速度压近。地面开始轻微颤抖，脚底下能感觉到有幸存者茫然地抬起头。什么声音？地震了！快看，天上！人群里爆发出一声惊叫，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扬起脸。铅灰色的天幕边缘，2个黑色的影子出现了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放大，机身上涂着基地核心那位大队的标识。旋翼割开空气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，气浪扑下来，将通道上的积雪和沙土卷成漩涡，狂暴地横扫整条入口。周燕被气浪掀得踉跄，死死抱着外套，尖叫了一声。宋林握着车门把手的手就这样僵在了原地。他缓缓抬起头，看着那2架武装直升机，以压顶之势悬停在头顶的天空上。
旋意的风将他的头发吹乱，将他的衣领掀起，将他脸上那层漫不经心的神情一寸一寸地剥落干净。那位已经以战术队形展开，将宋林的7辆越野车团团围住，领头的是那位大队队长赵峰，1.9米的身形，走到宋林车前，举起金属令牌，铁臂基地 S 级救援协议正式启动，授权代号07，限令此处所有非救援车辆立即清场，拒不服从者以阻碍军事行动罪论处。没有人敢动，直到赵峰抬起手，身后的那位齐刷刷端起了枪。宋林车队的保镖们互相对视一眼，7辆黑色越野车一辆接一辆向两侧让去，应急入口豁然洞开。我已经没有时间看他的脸色了，进去！我冲老张吼了一声，转头扑向直升机上卸下来的折叠担架。成家，被肾上腺素，准备体外除颤。入口打通的那一刻，我脑子里只剩一件事，还来不来得及？医疗舱的门在我身后轰地关上，消毒灯亮起，刺目的白光将一切阴影驱散干净。心跳骤停多久了？3分钟。我一直在做胸外按压，继续换我。我压下去的瞬间，能清楚感受到那具身体的冰凉。除颤仪冲好了，让开。电击的瞬间，担架上的人身体猛地弓起来，随即沉下去。监护仪依然是死寂的直线。再来。旁边有人攥住了我的袖口，是赵峰，声音里带着一点我从没在他脸上见过的东西，慌乱。沈医师，你知道担架上躺着的是谁吗？我没抬头，死盯着监护仪，我只知道他是一个还有救的人。充电，再来。第3次电击过后，那条直线抖了一下，跳出一个极微弱的波峰。程家猛地倒吸一口冷气，泪水哗的就下来了，心跳回来了。我脱下手套，洗手出来，才从赵峰口中得知那个人是谁。宋铁山，铁臂基地首领，宋林的父亲。我愣了约莫2秒，转过身，把换下来的手套扔进了医疗废物桶。走廊尽头，宋林站在原地，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。他不再是那副漫不经心的姿态，站在走廊灯最暗的地方，两手垂在身侧，像一根被抽空的管子。他看见我走出来，嘴唇动了动，什么都没说出来。我从他身边走过，没有停。赵峰跟上来，低声说：“沈医师，宋首领暂时脱离危险，仍需持续医疗观察。接下来，我知道。”我说：“我来，我是他的主治医师，不是因为他是谁，是因为这是我的职责。”宋林的脸色我没有再回头看。宋铁山被推入特护病房的同时，赵峰在走廊里当众宣读了一份文件。我站在门口，听完每一个字。宋林，铁臂基地守备第3分队挂名指挥官，今日于东侧应急入口长时间非法占用救援通道，阻碍 S 级救援执行，致特级保护对象心跳骤停。依基地战时纪律条例第17条，启动紧急问询程序。宋林站在走廊中段，脸上的神情很难形容，像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，就拿一个僵硬的笑撑着。赵队长，我真的不知道车里是我父亲。宋少，不知道不是法外之地。赵峰打断他，声音没有起伏，请配合问询。宋林闭上嘴，周燕被2名内卫夹在中间，从我面前经过，那双眼睛里头一次没有轻蔑，只剩下仓皇慌乱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我没有移开目光，就这样看着他被带走。今天不是终点，但至少是一个开始。宋铁山在第3天清晨醒来，我在特护病房记录他的生命体征，听见身后呼吸节律改变，回过头正好对上一双半睁的眼睛。是谁救了我？医疗组，您配合一下，看我手指。他没动，继续看着我。是你，他说，语气很平，不是问句。我没否认，也没多说，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告诉我。我告诉了他，从入口被堵到被打耳光，到通讯器被踩碎，到轮胎被刺，说得很平静，像在读一份病历。我说完，病房里静了很长时间，他望着天花板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深处涌动。我重新拿起笔，低头继续写记录。第4天傍晚，宋林被单独叫进了特护病房。我在护士站听见走廊里的关门声，抬起头，程家端着药盘从里面退出来，冲我摇了摇头，什么都没听见，门隔得太严。我低下头，继续整理药品清单。那扇门关了将近1个小时。宋林出来的时候，我恰好从走廊经过，2个人正面撞上。他停了一下。我见过很多种人在绝境里的眼神，害怕、愤怒、崩溃，各有各的形状。宋林眼睛里的东西很难定义，像是某种他从来没用过的情绪被强行激活，让整张脸都陌生而失控。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没有说任何一句轻描淡写的话，只是垂下眼，侧身让开了路。我从他身边走过，心里没有任何感觉。第5天上午，宋林敲了我办公室的门，他一个人来的，没有带任何人，西装换成了普通的基地配给外套，那些勾勒出宋家大少身份的符号全部消失了。我想道歉，我放下笔，抬起头，他说了，措辞经过仔细斟酌，我听得出来，但没有打断。说完之后，他自然地往下转，说可以给医疗部门更多物资支持，说希望重新开始。宋少，我打断他，语气平稳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他微微松了口气，但这是2件事。我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，放到桌上，推到他面前。这是我向纪律委员会提交的正式投诉书，副本已经送达。他盯着那份文件，脸上的松动一点一点收紧。沈木，宋少，请出去。纪律委员会的会议室我来过几次，都是例行汇报，从未以投诉人的身份坐在这里。椅子是硬的，灯光是白的，对面的委员们翻着文件，脸上各自是不同的表情。我不是来看他们脸色的。3天内，委员会共收到了27份证词，有应急入口的执勤哨兵，有排队入保的幸存者，有成家，有伤愈后拄着拐来的老张，也有那些手机被抢，事后默默整理好视频残片上交的普通人。有一份证词写得很短，只有1句话：我亲眼看见医生被打了耳光。
就这一句，我看到的时候心口发酸。周燕阻截、掌掴、踩碎通讯器，指使保镖刺穿轮胎的全部行为，一件一件被白纸黑字定牢。听证会定在宋铁山醒来后的第7天，我在陈述台前坐定，面前摆着3叠标注好的文件。委员会主席请我开始陈述，我点头，翻开第1页。我没有讲故事，没有渲染情绪，只是一条一条的读。几点几分，入口被占；几点几分，交涉开始；几点几分，通讯器被摧毁；几点几分，轮胎被刺破；几点几分，伤者心跳骤停。旁边是对应的医疗记录，是器械损毁清单，是伤者的抢救日志。每一条事件背后都有时间轴，有记录，有人证。我陈述了40分钟，中间没有停顿，没有颤抖，没有抬头去看任何人的眼色。说完，我合上文件，在签字栏里写下自己的名字。一位委员推了推眼镜，沉默很久。沈医师，这份陈述非常完整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多说。听证会结束后第3天，调查通知书没有按时送达。程家从外面回来，脸色有点难看，关上门，压低声音。有人在委员会内部打了招呼，调查暂时搁置。我手里的笔顿了一下，这在我的预料之内。我不是第一天知道宋家的触手能伸多远。规则存在的意义不是摆设，而是等待有人真的去用它。将桌上的文件整齐叠起，重新放回抽屉，再取出一张空白申请表。基地守则中有一条追诉条款，调查搁置超过72小时的情况下，可越级申请首领办公室复核。宋铁山还在我的特护名单里，我是他的主治医师。我拿起笔，重新开始写。停职通知书下达的当晚，周燕来找我了。她就站在走廊转角的暗处，像一截嵌进墙里的阴影。沈医师，聊2句。我站住，看着他。他已经没有了那副战术外套，换了件普通的夹克，但眼睛里的东西没有变，只是从轻蔑变成了阴冷。你以为你赢了？委员会搁置了你的调查，你心里清楚为什么？宋家在这个基地扎根多少年，以为凭几张纸就能撼动？我没有说话，静静看着他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声音更低。识相的，把投诉书撤了，安安稳稳做你的医生，大家都好过。否则，他没有说完，只是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。末世里意外太多了，走廊里只有远处的灯嗡嗡的响。我看了他很久，才开口：周副官，这句话我建议你原样记住。我开始查宋林的物资账目，起因很简单，程家无意中提到上个月申请的一批抗生素迟迟没有到位，而同一时间段基地仓储记录显示，这批药品已经出库了。出库单上的签字是宋林的人。我没有声张，只是开始一条一条往下翻。首席医师的权限足够我调取过去2年的医疗物资流转记录。我每天下班后独自坐在办公室，把那些台账摊开来，一行一行比对。出入库数量的差值起初很小，像一道几乎看不见的裂缝，但裂缝一旦被找到，就没有办法视而不见。抗生素、血清、麻醉剂、高效止血制剂都在以极缓慢的速度从库存里悄悄流失，在台账上被一笔带过，归入特殊调配一栏。我把特殊调配的单据单独摘出来，叠成厚厚一沓，放进文件夹最深处，锁进了抽屉。老张拄着拐杖出现在医疗中心门口的那天，程家第一个跑过去，眼眶立刻红了。大叔，你怎么来了？还没好利索呢。好的差不多了。老张把拐杖往地上顿了顿，绕过程家，直接走到我面前。沈医师，我来说一件事。他挺直了腰，声音不大，但很稳。那天的事，你要是需要我出庭作证，我去。我看着他，胸口里有什么东西细细的动了一下。大叔，你清楚这意味着什么？我清楚。他没有犹豫，我也清楚，要是没有你，那天那辆医疗车永远进不去，里面的人永远出不来。规矩是用来守的，不是用来被人踩的。你守了，我凭什么不守？程家在旁边轻轻吸了一下鼻子。我低下头，缓了2秒，重新抬起来。好，我说谢谢你，老张。他摆摆手，把拐杖换了只手，慢慢往外走。走到门口停了停。沈医师，别怕，你后面有人。那批特殊调配的药品最终流向了哪里？我花了将近1周找到答案。首席医师的权限可以调阅基地医疗仓储的全部流水，但无法直接触碰物资交换的核心台账，那部分归属于基地资源管理委员会。宋林在里面有挂名职务。我换了一个方向，从接收端找。末世里物资的流动不会消失，只会转移。凡是进过基地仓库的东西，必然留有出入库时的质检编号。我把过去2年基地对外物资交换的入库清单调出来，挨条核对。连续4个晚上，快到凌晨，我终于在一批武器弹药的入库记录里找到了那串熟悉的质检编号：高效止血制剂、成箱的抗生素、3个批次的血清，全部流向了基地外一支身份存疑的武装队伍。换回来的是一批足以武装2个分队的枪械和弹药。我盯着那串数字，久久没有动。这已经不是物资挪用，这是用救命的药换武器，是把基地幸存者的性命放在了生意的另一端。我把这沓文件也锁进了抽屉，和之前那份放在一起。宋铁山的康复比预期慢，丧尸病毒侵入血液后留下的后遗症需要持续监测。我每天进特护病房2次，成了他接触最频繁的人。他不是个容易相处的病人。这个药为什么要改剂量？您的肝脏代谢指标在恢复期出现了波动，原剂量负荷过高。他停了一下，没有再问，把药吞了。这样的问答每天都会有几次。他问我答，一板一眼，不多说废话。他突然说了一句不在问诊范围内的话：你胆子很大。我手里的听诊器停了一下。什么？按下那个按钮的时候，你知道里面躺的是谁，还是不知道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是一个心跳快要停的人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把目光移向天花板。一样的，我没有接这句话，继续听诊，记录数值。但出门的时候，我意识到他说的那2个字不完全是在评价我。宋林开始让人盯着我，
大约是从第12天开始的。起初我只是隐约觉得不对，走廊里偶尔出现的面孔，总是在我停下来的时候也刚好停下来，在我转弯的时候也恰好转弯。程家比我先确认了这件事。沈医师跟了我们3天了，2个人换班，基地东区的人不是赵队长那边的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刻意改变行动轨迹，也没有去正面拦截。知道有人在看，不代表要躲，反而是一个信号。宋林在慌，越慌越说明那个抽屉里锁着的东西有多重要。我把每天进特护病房的时间提前了半小时，路线绕过东区，走内廊，不是为了甩开那2个人，只是让跟踪的路径变得更复杂一些，代价更高一些，让他知道我没有停。出事是在第16天的一次常规出诊中。基地南区有一位长期服用抗凝药物的老人，我每月例行上门核查用药情况。那天打开程家配好的药包，我习惯性的核了一遍标签，药对，剂量对，外包装对，但颜色不对，差了一个色阶，细到几乎看不出来。我见过太多次这种药，闭着眼睛也认得出。我把药包重新封好，没有当场声张，让老人先休息，借口补充记录，退出房间，在走廊里站了10秒钟，调包，把真药换成安慰剂，设计得很精巧，但他们低估了一件事，我从不在没有核验的情况下给病人用药。当天下午送去了基地实验室做成分鉴定，鉴定结果出来是过期失效的安慰剂。我坐在实验室外的椅子上，脑子里很平静，他出手了，那我也该继续了。我把调包事件和实验室报告一并送到了宋铁山面前。他靠在病床上，把那2页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没有说话，又从头看了一遍。特护病房里静得能听见走廊尽头的脚步声。你确定源头？他问，声音很平。替换发生在药品分发的最后一个环节，负责那次配药的人的调配记录我保留了副本。我说他是宋少的人。宋铁山把文件放下，重新靠回枕头，侧过脸望着窗外。那天的天色很阴，窗外只有一片铅灰。大约1分钟后，他说了一句话，声音比平时更低，让赵峰来。宋林大约是傍晚被叫进去的，我没有在场，但程家后来告诉我，从特护病房门口经过的时候，隐约听见里面有东西被摔在地上，那是宋林第一次在他父亲面前失了态。赵峰来找我的时候是一个人，便装，他把门带上，在椅子上坐下，开门见山。沈医师，宋首领授权我展开一项独立调查，范围不对外公开，你手里有多少东西？我打开抽屉，把那个锁了将近2周的文件夹推到他面前，他翻开逐页看，表情没有太大变化，只是往后翻的速度越来越慢，眉头皱得越来越深。最后他合上文件夹，抬起头，这些你一个人整理的？用了多少时间？14天。下班之后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用一种我没有料到的语气说了一句话：辛苦了。我愣了一下，他已经重新打开文件夹，从口袋里取出一支笔，开始在某些数据旁边做标注，神情专注而严肃。从今天起，这条线我来接，你继续正常出勤，有新进展我们单线联络。我点头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停了一下。赵队长，拜托了。赵峰的调查速度比我预想的快得多。第22天，他在我办公室放下一个加密文件袋，什么都没说，转身走了。我关上门，打开文件袋，里面的东西让我手指发凉。宋林与基地外一直被列为潜在威胁的武装组织，保持着持续的秘密往来，用出去的不只是药品，还有基地东区防线的部分巡逻规律和2次物资转运的时间节点，对应的是基地历史上伤亡最重的2次丧尸潮。我盯着那个日期，脑子里嗡了一声，不是巧合，从来都不是巧合。我把文件袋重新封好，放进白大褂的内袋，贴着胸口，慢慢呼出一口气。宋林以为他在做生意，他不知道的是，他踩的那条线已经不是物资和权力的边界，而是这个基地里每一个人的命。到这一步，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。不是我的退路，是他的。宋林的反击来得比我预想的更快，也更脏。第25天早晨，我刚进医疗中心，程家就堵在门口，脸色发白，手里攥着一张打印出来的文件。沈医师，你看这个。我接过来扫了一眼，是一份医疗事故报告，落款是3个月前，投诉人署名受害者家属，指控我擅自更改用药方案，导致病人病情加重，病历编号、时间节点、用药记录写得清清楚楚，像是真实存在过的案宗。但我记得那个病历编号对应的病人，记得那次诊疗的每一个细节，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调整方案，记得病人痊愈出院时冲我点头道谢的样子。那份事故报告里的记录和我记忆中的每一处都对不上，这是伪造的。从格式到内容，从时间到编号，每一处细节都经过仔细比对和篡改。如果不是足够熟悉原始档案的人，很难分辨真伪。我把那张纸叠好，压进白大褂口袋。宋林开始动档案了，伪造的报告在基地里扩散的速度比我预料的快。那份文件在2天之内出现在了基地公告栏、幸存者聚集的食堂，以及几个消息传得最快的交换市场。跟着一起传播的还有3份措辞激烈的受害者证词，都指向同一个名字：沈木，铁壁基地首席医师，滥用职权，误诊害人。第27天，我在走廊里遇见了一个曾经被我治好腿伤的幸存者，他看见我，没有像以前那样点头，而是把目光别开，绕道走了。食堂里开始有人指指点点，声音压得不高不低，刚好能被听见。首席医师出事了。听说误诊了好几个，死了人。程家气得眼眶发红，我拦住他，别理。但是沈医师，别理。我重复了一遍，声音很稳，说话要靠证据，我们有。程家消失了整整2天，他把医疗中心过去2年经我手诊治的全部病例翻了出来，挨个核对原始记录，将每一份与那几份伪造报告里提及的编号仔细比照，把所有出入标注出来，装订成册。老张也没闲着，
他联络了10几个曾经被我救治过的幸存者，有拖家带口住在基地西区的，有在物资队当差的，被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。第29天傍晚，程家把那本厚厚的册子放到我桌上，旁边跟着一份手写的名单，密密麻麻20多个名字。这些人说愿意出面说话。我低头看着那份名单，指尖压在纸面上，心里有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地稳下来。末世里人和人之间的信任，比什么都难，也比什么都重。谢谢你们。我抬起头，声音有点哑，辛苦了。程家摇摇头，抹了把眼睛。沈医师，是我们欠你的。我主动向委员会申请了公开核查，会议室比上次坐了更多的人，委员、监察员、记录员，还有几个被送灵的人安插进来的代表，眼神各异的坐在后排。我把程家整理的档案册放在桌上，翻到第1页，我申请将被指控的全部病历档案与原始医疗记录逐条公开比对。主席沉吟了片刻，点了头。我从第1份伪造记录开始，念出编号，翻出原始档案，读出真实记录，把2份数据并排写在身后的白板上，不一致的地方我用红笔圈出来，1份、2份、3份，圈出的红圈越来越多，后排的人渐渐沉默下来，原本带着质疑的眼神开始悄悄移向别处。第7份读完，委员会里有人清了清嗓子，低下头。我放下红笔，环顾四周，声音平稳。7份指控记录，7份伪造，原始数据完整保存，随时接受复核。公开核查的结果在当天下午形成了书面结论，7份投诉记录全部认定为伪造，相关指控撤销。委员会主席在结论书的最后加了一段话，却像一颗钉子敲进了木板。鉴于本次伪造医疗档案事件涉及对基地首席医师的蓄意陷害，手段恶劣，影响公共医疗秩序，委员会决定对相关责任方启动全面综合调查。全面综合调查这5个字意味着什么？在场所有人都清楚，那些被他握在手里的人情和筹码，在这5个字面前全部失效了。他用伪造档案来压我，反手给自己挖了一口无法填平的坑。门在我身后关上，走廊里有人低低的交谈，我一句都没听，只是把外套裹紧，往特护病房的方向走去。宋铁山今天的指标需要复查，走私丑闻正式对外公布是在第34天。赵峰在基地全员通报会上宣读了调查结论。我站在医疗中心走廊里，也能感觉到那个消息落地时的震动。通报结束后2个小时，宋林名下挂靠的物资调配小组集体提交了脱离申请。下午，曾经在宋林手下做过事的几个分队长在公告栏上贴出联署声明，措辞恳切，言辞间努力与宋家划清界限。傍晚，食堂里那些曾经对我指指点点的人，今天聊得换了内容，声音依然不高不低，早就觉得宋家不对劲。那批药原来都倒卖出去了。程家端着2杯热水走进来，在我对面坐下，叹了口气，人心就这样。他说是。我接过水杯，手心被烫到，有点疼，但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那些因为物资短缺没能挺过去的人，重要的是那2次巧合的丧尸潮里倒下的人。那些人已经没办法知道真相了。周燕的证词是在第37天送达委员会的，赵峰把副本转给了我，只有薄薄几页，但每一页的分量都极重。他供认了应急入口当天的全部经过，承认掌掴、摧毁通讯器、指使保镖、刺穿轮胎均属宋林授意，供认了调包药品一事的执行细节，以及宋林明确要求让沈木在一次误诊里彻底失去信任，供认了伪造医疗档案过程中，宋林亲自提供了用于参照的原始病历样本，每一条后面都有时间、地点、在场人员，写得一清二楚，没有回旋余地。我把那几页纸看完，放回桌上，用手压平了一道折痕。周燕不是良心发现，她是在求自保，我清楚这一点，赵峰也清楚，宋林更清楚，但证词的动机不影响证词的效力。这几页纸送进委员会的那一刻，宋林的防线就已经彻底塌了。完整的调查报告送进特护病房是在第39天。那天我去做例行复查，宋铁山示意我把文件放在床头，没有让我离开，自己慢慢翻看起来。我坐在旁边，记录他当天的各项指标，一边听着病房里只有翻页声的安静。他花了将近40分钟读完，合上文件，靠回枕头，闭上眼睛。我以为他睡着了，轻手轻脚收拾器械，准备离开。他开口了：“你早就查到了这些。”为什么不直接给我？因为应该走正式的程序。我说，不是因为他是您的儿子，是因为所有人都应该通过同样的程序被调查。病房里又静下来，静了很长时间。最后，他睁开眼，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一支笔，把那份调查报告封面上的处分建议栏翻到，一笔一画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那支笔落下去，没有说任何话。宋林被带走是在第40天的上午，我没有特意去看，是恰好经过基地中央广场，远远看见一小队内卫从宋林的住所方向走出来。宋林走在中间，没有戴手铐，但姿态已经与从前判若云泥，不再有西装，不再有保镖，不再有那副懒洋洋的整个世界都欠他的神情。他走过广场的时候，周围有人驻足，有人低头，有人远远地看着，没有人上前说话。昔日的基地大少就这样在沉默里穿过人群，被带走候审。他没有看我，或者说我在他的视野范围里，他刻意不去看，我也没有走过去。我站在广场边缘的阴影里，目送那一行人消失在转角后面，内心出奇的平静，没有痛快，没有解恨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有一种漫长的压着人喘不过气的重量，在那个转角消失的瞬间，轻轻地落了地。周燕来找我是在她被驱逐令下达的当天傍晚，我在医疗中心整理当天的记录，听见门被推开，抬起头，看见他站在门口，他没有带任何东西，就那么站着，换了一件旧的棉服，比我认识他以来任何一次都要普通。我放下笔，等他说话，他没有说话，沉默了将近1分钟，
他只是看着我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翻涌，但我说不清那是什么，悔恨、不甘，还是别的什么，或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那双眼睛里第一次没有轻蔑了。最后他垂下视线，转过身走出去，手轻轻带上了门。走廊里响起脚步声，越来越远，直到听不见。我在椅子上坐了很久，没有动。我不知道该对这件事有什么感觉，也不需要有什么感觉。我重新拿起笔，低下头，继续写当天最后一份记录。整顿令是宋铁山在康复期亲自签发的，落到了我手里。被长期压占的医疗仓储重新清点，封存的血清、药品按优先级重新分级入库。过去2年，流向不明的物资缺口逐一登记造册。每一天，我都在和数字打交道，和那些触目惊心的空缺打交道。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应急入口管理规程的重新起草。我把旧版规程摊在桌上，从第1条开始逐字审查，凡是存在模糊地带、可被钻空子的表述，全部重写。新版规程明确了入口占用的处罚等级，明确了首席医师的一票强制清场权，每一条背后都有一个代价。最后我在规程封底签上名字。3天后，新版规程正式写入基地守则。我拿到那份盖章文件，把它压进档案柜最上层，没有多说什么。该做的事就是去做。我正在给一个小孩换药，程家在门口探头，压低声音：“沈医师，委员会那边等我换完。”我剪掉旧纱布，涂了新药，重新包扎。但给他换好之后，捏了捏他的脑袋，他咧嘴笑了。我才转过身，接过程家递来的文件，嘉奖决议写得很正式，从头读完，核心是2件事：对我在此次事件中完整作为的书面肯定，以及对首席医师职权的制度性强化。首席医师在医疗紧急状态下的决策权不受任何个人或派系干预。我把文件折好，放进白大褂口袋。程家一脸期待地看着我，等我说点什么。我想了想，说了一句话：以后应该不会再有人踩碎我的通讯器了。程家愣了1秒，然后笑出了声，眼眶却红了。宋铁山出院那天，铁壁基地开了末世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员大会。广场上站满了人，我混在医疗队的队列里，看着他走上临时搭建的台子，步子稳，背挺直。只有我知道他这1个月经历了什么。他说话不多，声音平，语速慢，却没有一个字是废的。权力架构重组，物资委员会、安全委员会、医疗委员会并列运行，3权分立，相互制衡。任何单一家族或个人不得同时掌控2个委员会以上的席位。最后宣布医疗委员会首席常委任命名单。第1个名字沈木。广场上响起掌声，我站在队列里没动。旁边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是老张。他拍得很重，带着他一贯的粗力劲儿。我抬起头，看着台上的宋铁山，没有特别的表情，只是点了一下头。我回了一个点头。就这样，一切安静的交接完毕。关于宋林在候审期间的消息，是赵峰偶尔提起的。旧日那些盟友一个接一个的提交了撇清声明，措辞各有不同，本质都是一样的。物资委员会里替他打过招呼的人主动申请回避，并补交了一份情况说明。曾经在他手下的分队已经全部完成了重新整编，连那支在基地外与他秘密往来的武装组织，在得知调查结论后，主动中断了联络。赵峰说这些的时候，语气平静的像在读一份天气预报。候审区的人说，他最近不太说话了，饭有时候也不吃。我听完，沉默了片刻，点了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我没有觉得解气，也没有觉得可惜。一个人亲手将自己拥有的一切推进深渊，父亲、权力、信任、退路，一件不剩。这种绝望是他自己种下的。不需要任何人再补一刀。去看守区是我自己决定的，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候审室不大，铁门、铁椅，一张铁桌，中间隔了一道栅栏。宋林已经坐在那里了，不知道等了多久，抬起头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我也没有说话。我站在栅栏外，隔着那道铁看着他。他瘦了，下巴上有胡茬，眼睛里有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东西，不是愤怒，不是算计，是一种彻底熄灭之后的灰败。我想，他大概以为我来兴师问罪，或者来看他落魄。那天在应急入口，他在车里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，但此刻站在这里，那些话已经不再刺人。我看了他很久，久到他开始慢慢别开眼睛，然后我转身朝来时的方向走过去。我不需要他的道歉，也不需要他的任何东西，我只是来看最后一眼，然后彻底翻篇。医疗中心的扩建在第50天完工，我站在新竣工的急救通道入口，看着工人把最后一块警示标牌固定在墙上。应急专用通道，任何情况下严禁占用。违者依基地守则第3章第7条处置。我伸手摸了摸那块牌子的边缘，铁的、冷的、结实的。新的急救体系花了将近1个月搭建，从通道管理到空中救援的响应机制，从首席医师的一键启动权到全员配合义务，每一个环节都堵死了上次被钻过的每一个空子。程家陪我走完整条通道，从入口到无菌手术舱，一共230步。他数过，以后不会再有人被堵在外面了。不一定，总会有新的麻烦。他愣了一下，我转过头看他，但麻烦来了，我们有规矩可以用了。这条通道，这面牌子，这套写进守则里的规程，是用那1个月里所有人付出的代价换来的。他会留在这里，比我更久。任命书是同一天下发的，程家和老张都在场。程家盯着自己那张纸看了很长时间，嘴唇抿着。医疗队副队长，他喃喃念了一遍，声音发颤。怎么，嫌小？我问。他猛地抬头，没有，然后又低下去，声音变成细细的，只是没想到。我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。老张那边就豁达很多，接过任命书扫了一眼，往胸口一揣，点了点头，行，干。然后他顿了顿，补了一句，车队那帮小子我会管好的。我笑了一下，我知道。那天傍晚，程家悄悄问我，是不是我向上面推荐了他们。我说，我只是如实写了工作报告。那报告里写了什么？
写了一个在心跳骤停3分钟里双手没有抖过一次的护士，和一个腿还没好利索就拄着拐去给同事作证的司机。程家没再说话，转过身去，偷偷擦了眼睛。宋林的判决书送达的那天，铁壁基地下着小雪，我在办公室里看见了副本、流放令，目的地是基地外围东南方向的高风险隔离区，无限期、独行，不配武装随从。那片区域我在地图上见过，丧尸密度高，资源极度匮乏，是基地建立以来从未有人主动进入过的地方。宋林曾经站在基地最高处俯瞰那片荒野，用那种漫不经心的口气说，被咬的感染者死在外面省麻烦。现在他要独自走进去，没有保镖，没有家族徽标，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名字和背景。我把判决书副本合上，放回桌角，没有太多感慨。他会在那里面遭遇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也不会去想。这个结局不是我给他的，是他一块砖一块砖自己砌起来的。从他让车队堵死应急入口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开始了。窗外雪还在下，细细的，无声的。我给宋铁山发了一条复查提醒，拿起病历夹去查房了。医疗物资在入冬前全部补足。我站在医疗中心的窗前，手里捧着一杯热水，看着基地里一排一排亮着的灯，巡逻队手里晃动的手电灯，还有远处哨塔顶上那盏长明的探照灯。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人，都有活着，这件事正在发生着。程家推门进来，把一叠当天的值班记录放在桌上，凑过来看了一眼窗外，说了句：“今年冬天不冷。”沈医师，他停了一下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想了想，在脑子里找了一圈，找到一个最准确的词，稳，像一件一直悬在半空里的东西，终于放在了地面上。程家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话，轻手轻脚出去了，把门带上。我继续看着那些灯，喝了口热水，很烫，很踏实。信是程家转交给我的，皱巴巴的一张纸，对折了2次。我解开细绳，展开那张纸，歪歪扭扭的字，像是攒足了力气一笔一画写下去的。谢谢沈医生，我长大也要救人。就这一句，云层在东边被什么撑开了一道缝，透出一线干净的、久违的情色。我把那张纸叠好，夹进手边病历本的最后一页，合上。末世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努力而结束，但那些灯还亮着，那个孩子还在长大。我把白大褂穿好，拿起今天的查房记录，推开门，走进了光里。